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生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命运，而是你对命运的误解？我想在一开始就说一句很多人不爱听的话，你以为你在改变命运，其实你只是在换一个更漂亮的牢笼，继续关注自己。你跳槽了，你搬家了，你换了伴侣，你甚至移了名，改了姓，断了旧关系，把过去那个城市的电话号码全部删掉。可是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让你不快乐的某种感觉，那种说不清楚但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劲的东西，它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它就像一个影子，不管你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不管你把自己打扮得多么光鲜，站在多么高的舞台上，那个东西还是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等你一个人的时候再出来陪你。这不是诅咒，这是佛法里最基本的一个真相。业力不随地质改变，但今天我不是要来吓你的。今天我想带你去探索一件更有意思的事情。如果业力不能轻易改变，那为什么有些人的人生真的翻转了？那些从苦难里走出来的人，他们究竟动了哪一根弦？他们改变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我找到了。它不在任何一本成功学的书里，不在任何一个大师的课程里，但它就藏在2500年前一个叫做悉达多的人说过的话里面。它叫做心念。命运的结构是什么？让我们先来把命运这个词拆开来看。很多人用命运这2个字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模糊的。有时候说的是你的原生家庭，有时候说的是你的际遇，有时候说的是那种莫名其妙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好事或坏事，你说不清楚为什么，但它就是来了。佛法里有一个更精准的说法，把这一切叫做因果。因果不是民间说的好人有好报这么简单的事，它是整个宇宙最底层的运作逻辑。它说的是每一个在你生命里出现的结果，背后都有一个或者无数个原因，而那些原因可能来自这一世，也可能来自更远的地方。听起来很玄，但我想把它说得很不玄。你想想看，一个人为什么会有某种性格？你有没有观察过，有些人从小就容易焦虑，有些人天生就比较乐观，有些人就是对亲密关系特别没有安全感，有些人就是特别容易在意别人的眼光。心理学告诉你，这来自童年的依附关系，来自父母的教养方式，来自早年的创伤。好，这是心理学的解释。但佛法问了一个心理学不敢问的问题，那个童年是怎么来的？那个父母是怎么来的？那个让你经历了某种童年的整个环境的配置，又是谁安排的？当然，理性的答案是没有人安排，是随机的。但佛法说没有东西是随机的。在佛法的世界观里，你投生在哪个家庭，遇见哪些人，在哪个时刻遭遇哪些事，这一切都有其背后的因。这个因，有些是这一世你亲手种下的，有些是你根本不记得的。更远的因，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宿命论，像是在说一切都是注定的，那我们还努力什么？但这恰恰是大多数人对命运最严重的误解。佛法从来没有说命运是固定的，佛法说的是因已经种了，果需要缘才能现行，而缘是可以被影响的。更重要的是，在每一个当下，你的心念在做什么？这本身就是在种新的因，就是在创造未来的命运。所以命运有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已经发生了的因，这个你真的改不了，你没办法让自己没有出生过，没办法让那段伤心的往事没有发生过，没办法让那个对你造成影响的人从你的记忆里消失。但另一个部分是此刻你的心念，这个你每一秒都有机会改变。这个区分就是今天整篇文章最核心的一件事。一个现代人的故事。让我说一个真实的场景。有一个女人，我叫她静茹，42岁，在台北的一家设计公司做了18年的资深设计师。论专业，她是公司里最强的那个，连老板都知道。很多大客户点名要她，可是每年到升迁的时候，主管的位置总是给别人。第一次，她告诉自己，没关系，我继续做，机会会来。第二次，她去找老板谈，老板说你的设计能力没话说，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培养管理思维。第三次，她看中一个刚进公司5年，明显没有她强的同事升上去，她当场在厕所哭了半个小时。
出来的时候脸已经洗过了，神情平静的让人不知道他刚才发生了什么。然后他离职了，他去了另一家公司，薪水高了一点，环境新鲜了一点，但同样的事情1年后又发生了。然后他创业做自己的工作室，结果遇到一个合伙人，在关键时刻带住客户名单走了。然后他再一次尝试，这一次是一个更小的公司。这一次他以为中里找到了对的环境，但故事的发展你可能猜到了，3年后同样的感觉又来了，不是被主管针对，就是被同事孤立，要不然就是付出得不到回报。每一次他都告诉自己是环境的问题，每一次他都去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但有没有一个问题他始终没有问自己，为什么每一个环境对我做的事都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太烫手了，因为如果你认真问下去，你可能会发现，那个在每一个环境里都出现的共同变数，不是那个主管，不是那个同事，不是那个合伙人，是他自己。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我要说清楚，否则这个观察会被误解成都是他的错。不是的，他确实遇到了真实的不公平，那个升迁确实有性别偏见在里面，那个合伙人确实是个骗子，他的委屈是真的，他的伤是真实存在的。但他之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被同类的事情找到，背后有一个更深的东西在运作。那个东西在佛法里叫做习气。习气是什么？习气是你多年累积下来的心理惯性，是你在面对某一类情境时会自动启动的那一套反应模式。它深藏在你的意识里，不需要你刻意启动，它就会自己出来。静茹有一个习气，他从来不说自己需要什么，他只会默默把事情做好，然后等别人看见。他等了1次，等了10次，等了20年，但他没有问自己，我一直在等什么？我为什么相信做好了别人就会看见？这个信念是怎么来的？如果你去探索静茹的童年，你会发现他的父亲是一个极其严格的男人，从来不轻易称赞人。他小时候把成绩单交给父亲，父亲看了一眼，说了一句还不够好，然后就走了。A 是他发展出了一个信念系统，只要我表现得够好，他总有一天会认可我的。这个信念系统后来跟助他走进了每一段职业关系里。那个等待被看见的静茹一直在等的，不是那个主管，不是那个老板，而是他那个始终没有说过你真的很好的父亲。这就是业力运作的方式，它不是一个神秘的力量从外部降临到你的头上，它是你自己的心理惯性，在每一个当下吸引住相似的情境，让你一遍又一遍地去演同一个剧本，直到你觉醒。那位古代的马夫，我想说一个禅宗里的故事。唐朝的时候，有一位马祖道一禅师在湖南传法，他有一个学生叫做百丈怀海，是后来著名的一代禅师。那句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就是他说的。但在百丈还是个年轻学僧的时候，有一天他跟驻马祖走在山路上，一群野鸭从他们头顶飞过。马祖问他，那是什么？百丈说，野鸭子。马祖说，飞到哪里去了？百丈说，飞过去了。马祖突然转过身，一把捏住百丈的鼻子，用力扭了一下。百丈痛得哀了一声。马祖说，你说飞过去了，这个公案你初读可能觉得莫名其妙，甚至有点残忍，但它指向的正是命运与心念的核心。那只野鸭子是阴的象征，它飞过去了，你追不回来，改不了它已经飞过去这个事实。但你的鼻子的痛是当下的象征，那个痛是活生生的，是此刻正在发生的，是完全真实的。马祖想问百丈的是，你究竟活在哪里？是活在那只已经飞走的鸭子里，还是活在这个鼻子正在痛的当下？很多人的痛苦本质上是这样的，他们用此刻的心力去不停地追那只飞走的鸭子。他们说，如果当初我没有做那个决定就好了，如果当初我妈没有那样对我就好了，如果当初她没有离开我就好了，如果当初我生在另一个家庭就好了。这些如果每说一次，就是把自己活生生的此刻的心力重新投入到一个已经无法改变的因里面去。不是说那些伤痛不真实，那些伤全部都是真的，但问题在于你的心现在在做什么。这就是马祖捏那个鼻子的意思，让你回来，回到这个当下的痛，
这个活生生的现在正在发生的感受，而不是飞走了的那只鸭子。因为你的心念在哪里，你的缘就在哪里，你的未来就在哪里。心念是怎么运作的？现在我要说一件很少人讲清楚的事，心念到底是怎么影响命运的。这不是说你想祝好事，好事就会发生，这种浅薄的正能量哲学，这里有更深的机制。佛法里有一个概念叫做阿赖耶识，这是唯识学里一个非常精妙的心理学理论，成型的时间比现代心理学早了大约1500年。阿赖耶识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巨大的仓库，你这一生所有的经历，所有的念头，所有的情绪反应，所有的选择，全部都以一种细微的种子的形式储存在这个仓库里。这些种子不会消失，但它们需要缘才能发芽。现在来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东西。什么是缘？缘就是你此刻的注意力。你把注意力放在哪里，你就在给哪一颗种子浇水。你如果每天都在想，我这辈子就是这样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就是命不好，这个念头每重复一次，你就在给无力感那颗种子浇水，那颗种子就长大一点，它对你的行为模式的影响力就增加1分。你如果每天早上起床，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你让自己问自己，今天我能做什么，哪怕只是一件小事，这个念头每重复一次，你就在给主动性那颗种子浇水。这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但为什么很多人做不到？因为在这个机制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层次。你的注意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你控制的，它是被控制的。被什么控制？被你最强的那些习气控制，被你最深的那些恐惧控制，被你最旧的那些伤控制。所以改变心念从来不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很多人说，我知道我应该想开一点，但我就是想不开。我知道我应该放下，但我就是放不下。这不是因为他不努力，也不是因为他不想改变，而是因为在阿赖耶识的仓库里，那些旧种子的根扎得太深了，你用意志力去对抗它们，就像用一把小扫帚去扫一棵大榕树的根，你没办法。那怎么办？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这也是佛法最精妙的地方之一。你不需要去拔掉那些旧种子，你只需要种够多的新种子，让它们慢慢把土地占满。这就是转念的真正含义。转念从来不是叫你假装那个伤不存在，假装那个委屈没有发生，强迫自己想开点。转念是一个更技术性的工作，它是在察觉到旧念头出现的那一刻，你选择给一个不同的种子浇水，哪怕只是1秒钟，哪怕那个新的念头非常微弱，1秒钟的清醒加上1秒钟的清醒，加上无数个1秒钟，日积月累，他们会慢慢改变你仓库里种子的比例。这个过程不快，但它是真实有效的。静茹的觉醒。回到静茹的故事，她第3次创业失败之后，有一天一个人坐在新北市的一个公园里，那是初冬，风很冷，他没有带够衣服，但他没有站起来走，他就坐在那里。他后来跟我说，那天他坐在那里，突然感觉很累，不是身体上的累，而是那种抗争了几十年之后的一种骨子里的疲惫感。他想，我这一辈子到底在跟什么抗争？然后他想起他父亲，他想起12岁那年他第1次月考考了全班第2名，回到家兴高采烈地告诉父亲，父亲说第1是谁？就这样一句话。他说在那个公园里，那天那句话像一把针，从他几十年前的记忆里直接刺到了他的当下。他哭了，不是委屈的哭，是那种终于看见了的哭。他说他那天才明白，他这几十年来每一次把作品做得无懈可击，都是在做那张成绩单，每一次等待别人的肯定，都是在等那个永远只说还不够好的父亲。他说，我其实根本不是在工作，我是在跟一个已经死了的影子对话。他父亲在他3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跟了一个死去的影子跑了12年，这就是业力的面貌。它不是什么神秘的诅咒，它就是你的心理惯性，它就是那些种在你最深处的你没有察觉到的信念系统，在暗中推动，助你一遍又一遍地去上演同一个故事。
而察觉就是觉醒的开始。就是那个公园里那个冷风里那个哭的那一刻，他没有做任何改变命运的大动作，他只是看见了。但那个看见在佛法里叫做观照，叫做照见，是心经里那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的起点。你只有照见才能度，你没有照见，你跑得再快也只是换个场景继续演同一出戏。为什么你改变不了因，却能改变命运的走向？我想在这里说一个让很多人困惑的地方。如果因果是真实的，如果那些旧种子那么强大，那人到底有多少自由意志？这个问题禅宗里有一个很漂亮的答案。有一位学僧问赵州从念禅师，狗子有没有佛性？赵州说无。这个无字后来成了禅宗最著名的公案之一，无数人为他参了一辈子。但这里我不展开这个公案，我只借用它背后的一层意思。赵州说无，不是在否定佛性的存在，而是在斩断那个问问题的人对有或无的执着。你问我有没有能力改变命运？如果我说有，你就去找100个方法，然后用力地抗拒你的业力，最后精疲力竭。如果我说没有，你就瘫在那里，觉得算了。但这2个答案都不对。佛法给的是第3个答案，你不需要改变，你需要的是看清楚。当你真正看清楚一个因的时候，它对你的控制力就消失了。不是因为那个因不见了，而是因为你跟那个因的关系改变了。我来给你说一个更具体的例子。一个人从小被父母过度控制，长大之后，他在每一段亲密关系里都非常反弹。对方只要稍微说了一句你应该怎样，他就会爆发，就会选择逃跑。他知道这个模式，他也试过改变它，他告诉自己要冷静，要理性，要对伴侣更温柔，但每次一进到那个情境，那个炸裂的感觉还是来了，他还是跑了。他换了好几段感情，最后告诉自己，我就是不适合亲密关系。这就是他对因的误解。他以为那个因是一个他无法改变的宿命，所以他的结论是放弃。但他没有做的事情是，他从来没有停下来，真正的去感受那个爆炸的感觉是什么。那个爆炸在身体的什么地方？是胸口收紧，是喉咙发热，是手开始发抖。那个感觉在说什么？他想要保护什么？他害怕什么？当他真的停下来，不是为了控制那个感觉，而是带住好奇心去看那个感觉，他发现那个爆炸的背后是一个深深的恐惧。如果我让别人影响我，我就会消失。这个恐惧是一个信念，而所有的信念都是可以被重新检视的。当他看见这个恐惧，他不需要改变它，只要带住温柔看住他，问他一个问题，这是真的吗？让对方说了一句，你应该，我真的会消失吗？就在那个问题里，那个爆炸的力量减弱了一点点，然后下一次再问一次，然后再下一次再问一次。这就是信念的工作，不是镇压，不是忽视，而是带住清醒的目光，一次次的回到那个让你失去自由的地方，问他，你说的是真的吗？而每一次清醒的问，都是在种一颗新种子。那些新种子积累到一定程度，那个原来牢不可破的因，它的缘就稀薄了，它就没有力量让你继续演同一个剧本了。一个古代商人的觉醒。让我再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宋朝。有一个商人叫做元丰，他做布匹生意，在扬州一带颇有名声。但他有一个他自己都知道的毛病，每逢大事来临，他就会极度恐慌，恐慌到几乎无法做任何决定，最后每次都是被伙伴或者情势推着走，而不是自己主动选择。他为此吃了很多亏，因为那种被动，让他在很多关键时刻错过了最好的机会，也让他的几个伙伴渐渐不再信任他的判断力。他去找了一个住在西湖边的禅师，禅师的名字已经在历史里模糊了，我就叫他净风禅师。元丰把他的困境说了一遍，说完之后他说，大师，我这个人是不是命就是如此，生来就没有决断的命？净风禅师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他，你第一次觉得自己没有决断力是什么时候？元丰想了很久，说14岁。那一年父亲生意失败，
要变卖祖产。我父亲问我，你说这个决定对不对？我那时候说了一个答案，后来那个决定是错的。家里从那以后就一蹶不振。他说完停了一下，又说从那以后我就觉得我的判断可能不能相信。净风禅师说，你在那个年纪面对那样的事，你还愿意给父亲一个答案，其实很勇敢的事。但后来是谁告诉你那个结果是因为你的判断错了？元丰怔了一下，他说没有人说，但净风禅师说是你自己告诉自己的。元丰沉默了很久，然后禅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是这个故事最重要的地方。禅师说，你现在的恐慌不是因为你没有判断力，你现在的恐慌是因为那个14岁的孩子，他那一次的答案在他的世界里搞垮了整个家。他从那以后下了一个决定，我的话会害人。元丰听完眼眶红了。禅师说，那个孩子的结论在那个年纪那个处境是合理的，他在保护自己和家人。但你现在是40多岁了，你走过了多少风浪？你的判断是不是还是40年前那个说法的模样？这就是修行里的一个核心动作。你去看那个因，你带住此刻成熟的眼光，去重新看那个当年对你造成深远影响的事件。你不是去否认它，不是去假装它不重要，而是去问，我现在还相信那个结论吗？元丰回去之后，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他开始做一件事。每当他面临一个需要决断的情境，他不是先去问伙伴，而是先坐下来感受那个恐慌，然后问自己，我的判断里有什么？他发现他的判断其实相当清晰，只是被那个恐慌压在下面。他开始一点一点的让那个判断出来说话。第一次出来说话是很小的事，进哪条路比较快。第二次是更大的事，要不要接某个客户。慢慢的，那个14岁的孩子的结论开始松动了，不是消失了，而是不再有那么大的力量绑住他。元丰后来说，他一生里最大的转折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在快50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在一件大事面前感觉到了自己是做主的。他说那个感觉叫做自由。业力最深的误解，它是惩罚。我要在这里停一下，说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解。很多人一听到业力，脑子里出现的是一个惩罚的机制，你上辈子做了坏事，所以这辈子受苦。这个理解既不完整，也非常危险。为什么说不完整？因为佛法里说的业包括身、口、意3个层面，包括善业和恶业，包括你为自己种下的因，也包括你为别人带来的影响。它是一个立体的、流动的，远比惩罚复杂得多的概念。为什么说危险？因为如果你把业力理解成惩罚，你就会在看见自己的苦难时开始自我责备，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业障深重。这个自我责备，它本身又是一个新的恶业。你在受苦，这是已有的因在显现，没关系。但你同时在折磨自己，说自己业障深重，罪有应得，这是你此刻在种的新的恶因。业力不是惩罚系统，业力是一个精确的回馈系统。他说的是你种什么收什么，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不是惩罚，也不是奖励，就是自然法则。水从高处流向低处，不是因为大自然在惩罚水，而是因为那是重力的规律。业力是心灵世界的重力，你如果能带住这个中性的、不带评判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处境，你就少了一层苦。那一层因为自我责备而加在原有苦难上面的额外的苦。佛陀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比喻，叫做2支箭。他说一个普通人被现实射中了，那是第1支箭，那是苦。但他接下来开始懊悔，开始责怪自己，开始对那个苦感到愤怒或绝望，那是第2支箭，那是他自己射向自己的。第1支箭很多时候你无法阻止，那是业力的显现，但第2支箭那是可以放下的。心念的修行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学习如何不再射那第2支箭。命运的2种人。我在观察人的时候，渐渐注意到一件事，面对同样的处境，有一种人和另一种人，他们的命运轨迹会慢慢分叉。第一种人，我叫他抗拒者。抗拒者的人生信念是，这个世界不应该这样对我，
每当苦难来临，他的第一反应是抵抗，是愤怒，是质问。为什么是我？他把所有的心力都投入到对抗那个他认为不公平的现实上面。他可能非常努力，他可能在表面上非常强大，但在那个努力的最深处，有一种东西叫做恐惧在推动他。他害怕，如果他停止抵抗，一切就会崩溃。第二种人，我叫他穿越者。穿越者的人生信念不是这一切都不应该发生，而是这一切既然发生了，他在说什么？他不是比抗拒者更没有感觉，恰恰相反，他对痛的感受可能更深，因为他不逃，他直面它。但他跟那个痛的关系不同，他不是在跟他打架，他是在跟他对话。他问这个苦带住什么讯息来找我？这个问法听起来好像很诗意，但它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效果。当你用这个问法去面对苦难，你的大脑从威胁模式切换到了探索模式。威胁模式是什么？就是皮质醇飙升，视野收窄，只看得到眼前的危机，只能启动打或逃的反应。探索模式是什么？就是你的神经系统放松了一点，你的视角打开了，你开始看见更多的可能性。这个切换就是心念在起作用。这个苦在说什么的问句，就是一颗新种子。你在用那一个问句，给你的意识仓库种入了我有能力理解我的经历的可能性。不是说你马上就能看见答案，有时候要很久，有时候要很痛苦的等，但那个探索的姿态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你跟命运的关系。你从一个命运的受害者慢慢变成了一个命运的观察者，最后你有机会成为一个命运的共创者。禅宗三观与心念的三个层次。禅宗里有所谓三观，说的是修行的三个境界。第一关叫做初观，也叫破本参，就是你第一次真正尝到自我是什么的那个疑问的滋味。第二关叫做重观，是你深入了之后发现自我的幻象更深一层的结构。第三关叫做末后牢关，是你在对我的探索里彻底松开那个抓住的手。我不是要在这里带你走完这三关，我只是想借用这个结构说一下，在日常生活里心念有三个层次的工作。第一个层次，看见，这是最基本的一步。你知道自己有一个坏脾气，你知道自己在某些情境下会自我破坏，你知道自己有某种固定的反应模式，这个知道就是第一层的心念工作。大多数人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其实他们知道的是那个模式的结果，但他们不知道那个模式在身体里是什么感觉，不知道它的触发点是什么，不知道它发生的那个1秒钟之前心里有什么。真正的看见是细致到可以说出，在那件事发生的那个1秒钟，我的胸口紧了，我的呼吸浅了，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他看不起我这个念头，然后我就爆发了。这种精细度的看见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做到的，它需要练习，它需要你在事后一次又一次的回想，把那个过程慢慢拆解出来。第二个层次，不相信。这里说的不相信，不是叫你去怀疑一切，而是在你看见了那个触发性的念头之后，你开始问，这是真的吗？比如那个念头是他看不起我，你问这是真的吗？有什么证据说明他真的看不起你？有没有其他的解释？这个看不起我的感觉有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过？它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问法在认知心理学里叫做去中心化，在佛法里叫做观察念头，而不被念头带走。念头不是你，念头是从你的意识仓库里冒出来的一个访客，你有权利让他进来，你也有权利问他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说的是真的吗？第三个层次，选择。当你能够在那个念头出现，但还没有被它完全淹没的那个缝隙里清醒地问一个问题，你就在那个缝隙里获得了选择的空间。那个空间很小，刚开始可能只有0点几秒，但那个空间就是自由的入口。维克多·弗兰克尔，那个在纳粹集中营里幸存的精神科医师，他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精准，在刺激与反应之间有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里是我们选择回应的力量，在那个选择里是我们的成长和自由。他在集中营里，当别人可以夺走他一切的时候，他依然发现那个空间没有被夺走，
那个空间就是心念的力量所在，那个叫做忏悔的智慧。在佛法里有一个词叫做忏悔，很多人听到这个词想到的是宗教仪式，是那种带住强烈罪恶感的自我责难。但忏悔的本意不是惩罚自己，忏是梵语 kfenama 的音译，意思是悔过。更深的含义是我看见了我做错的地方，我承认了它的存在。悔是下定决心不再重复，忏悔是一个非常精确的心念工作。你承认那个因，你清晰地看见它的样子，你说是的，那个发生了，那个是我种下的，或者那个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我看见它了。这个看见并承认的动作有一个神奇的效果，它让那个因从无意识的层面浮到了意识的层面，而只有在意识的层面，你才有办法跟它工作。很多人最难受的不是伤本身，而是那个他不敢承认的伤。一个人说我没事，我已经放下了，我不在乎了，但你看他的眼睛，你看他在说到某个人的名字时身体那1秒钟的收缩，你知道他没有放下，他只是把那个伤埋起来了。把伤埋起来不是治好了，是让他在暗处继续种因。真正的忏悔是把那个埋起来的东西温柔地挖出来，对住阳光看一看，说是的，这是我的，然后好好的安置它。这个动作不需要在庙里才能做，它可以在任何一个你愿意坐下来静静面对自己的地方做。静茹的第2个故事，我说到静茹在公园里哭泣，那是她的觉醒的开始。但觉醒不是一个瞬间就完成的事儿，觉醒是一个过程，有时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反复。静茹在那之后试住去学冥想，试着去做心理咨询，她走过了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因为当你开始真正去看那个你一直回避的东西，它会非常痛。有一段时间她的状态反而比以前更差，因为那些压在底下的情绪开始浮上来了。他哭的次数比以前多，他有几周几乎无法工作。他的咨询师告诉他，这不是退步，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以前的稳定是压抑的稳定，现在的动荡是真实的动荡，两者不一样。在一次咨询里，他终于对着那个父亲的影像说了一句话，他说，爸爸，我希望你告诉我，我已经够好了。说完之后，他有一种他形容为地板沉下去了的感觉。他哭了很久很久，然后有一刻他说那个哭慢慢的停了，不是因为他控制了，而是因为某种东西完整了。他说他在那个哭里面感觉到他把那个12岁的自己从那张成绩单前带走了。他说我不需要再等他说了，我已经等了30年，我现在知道他没办法说那句话，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是因为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听过那句话。这一刻他跟那个因的关系改变了。那个因，那个严苛的父亲，那个还不够好，没有消失，那段记忆依然在他的意识仓库里，但他不再是他行动的驱动力了，因为他给他浇水的水管断了。他开始做他真正想做的事，不再是为了让某个人看见，而是因为那件事本身让他觉得有意义。他后来重新创业，这一次不大，只接几个他真心喜欢的客户，薪资没有以前高，但他说那是他人生里第一次工作结束之后，他不想逃跑。他说我第一次觉得我是自己的，这就是心念改变命运的方式。不是你突然开始好运了，不是你的外在环境忽然翻天覆地，而是你跟那个因的关系改变了，那个缘就稀薄了，那个旧剧本就演不下去了，新的故事就有了空间。那首诗里的命运，苏东坡有一个故事你可能听过，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做佛印禅师，两个人常常互相斗鸡风。有一天苏东坡做了一首诗，说他打坐的境界感觉像一尊佛一样端坐不动，气象万千。他把诗送给佛印，自以为这一次他赢了，因为他的境界很高。佛印看完回了4个字，牛皮灯笼。苏东坡以为佛印是在赞美他，牛皮灯笼透明发亮，这是夸他境界高吗？他很得意，到处说这件事儿。他的妹妹苏小妹听了，笑住说，哥哥，你真的没听懂吗？
牛皮灯笼是说你里面有光，但就是透不出来，因为皮太厚了。苏东坡愣了半天，然后大笑。这个故事我很喜欢，不是因为它有趣，而是因为他说了一个命运最深的悖论。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求觉醒，但我们其实在用追求觉醒来保护我们的自我。那个让自己很厉害，打坐境界很高，已经很有修行的感觉，其实是一张牛皮，把真正的光遮住了。真正的命运的转折，从来不是因为你更厉害了，恰恰相反，是因为那一层我很厉害，或者我很确定我是对的牛皮，被什么东西戳破了。它可以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失败，可以是一场大病，可以是一次被人深深的误解，但你来不及辩解，可以是一个你爱的人忽然离世。这些事情在世俗的眼光里都是坏事，是厄运，是你命不好的象征，但在禅宗的眼光里，这些事情是你的牛皮被戳破的时刻。那个光就是在那个时刻穿透出来的。苦难不是命运对你的惩罚，苦难是命运在替你找那个被你藏起来的光。你不需要去祈祷苦难别来，你需要的是当苦难来的时候，你有足够的清醒，让那个光真的透出来，而不是拼命找新的牛皮把洞堵上。现代人最隐形的业力，注意力的消耗。我想说一个现代人独有的困境，它是旧时代的禅师没有办法预料到的，那就是注意力的碎片化。在这个时代，你的注意力是地球上最被觊觎的资源之一。无数个顶尖的工程师、心理学家、设计师正在用他们最聪明的脑袋设计一套系统，让你的注意力在不知不觉之间就被他们拿走了。每一次你刷那个短影片，每一次你去看有多少人给你的贴文按赞，每一次你打开那个即时通讯看看有没有新讯息，每一次的滑动都是你把自己的注意力交出去了。而注意力就是缘，你把注意力给了什么，你就在给什么种子浇水。很多现代人说他们感到空洞，感到焦虑，感到人生没有重量，感到自己好像活着，但又好像没有真正的活着。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注意力长期被碎片化之后，那个能够让你和自己的内在真实连接的能力慢慢的退化了。你有多久没有一个人安静的坐住，不做任何事，不滑手机，不听音乐，就是坐住，让自己的心去到他想去的地方，然后你只是观察他。如果你的答案是我记不清楚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了，那就说明一件事，你的心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佛法里说禅定，这个禅字的梵语来源是 dhyana， 意思是沉思。冥想更深的意思是心安住在他自己里面。你不需要盘腿打坐才叫禅定，你需要的是让你的注意力有时候回到你自己身上，就是那样，不是什么高深的功夫，就是让你的注意力回家。这就是现代人最重要的心念工作之一，把你的注意力从那个无底洞一样的外部刺激里一点一点的收回来，重新安置在你自己身上。这件事每次做，哪怕只是5分钟，长久下去都会深刻地改变你的命运。因为当你的注意力在你自己身上，你才看得见那些正在运作的习气，你才能在那个缝隙里选择，你才能种新的种子。那一年雪峰问德山，唐朝末年有一个公案在禅宗里非常有名。德山宣鉴禅师早年是一个研究金刚经的学者，江湖上都叫他周金刚，意思是他对金刚经的研究天下无双。他听说南方禅宗盛行，说什么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他很不屑，决定南下去遍倒那些禅师。他带住他的金刚经著书，一路南下，走到湖南的路上，遇到一个卖油饼的老婆婆。他问老婆婆，你卖的是什么？老婆婆说，油饼。德山说，我买一个用来点心。但老婆婆问了一个让德山无法回答的问题。她说，大师，你带的这些是什么书？德山说，金刚经的著书。老婆婆说，好，那我问你，金刚经里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说说看，你要用哪一个心来点心？这句话让德山哑口无言。他本来是带住要去遍倒别人的心去的，结果一个卖油饼的老婆婆就把他堵死了。
金刚经说的那3句话说的正是命运与心念的核心。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还没有来，现在这个当下的心也是流动的，无法抓住的。那你用什么心去活？你用什么心去创造你的命运？德山在那一刻遭遇了他的牛皮被戳破的时刻，他那一车的学问在那一问面前没有了重量。他后来去找了龙潭崇信禅师，在一个深夜燃烧了他所有的著书，说穷诸玄变，若一毫至于太虚，皆是书机，似一滴头于巨壑。他在说，那些玄妙的辩才就像把一根头发放在宇宙里，那些机锋和学问就像把一滴水投入大海。他在说，我曾经以为那些是我的命运的底气，但现在我看见那只是我的壳。真正的心念不在那些学问里，真正的心念在这个燃烧的当下，在那个没有了壳之后仍然还在的那个东西里，改变的真实节奏。很多人问我，我知道这些道理，但我到底要怎么做？给我一个具体的方法。我非常理解这个需求，我自己也走过那个阶段。你读了很多，你明白了很多道理，但你摸不到那个入口。我想说一个真实的观察，真正的改变不是直线的，不是你今天决心要变了，从明天开始你就是一个新的人。它是螺旋形的，你会在同样的地方一再跌倒，但每一次跌倒的时候，你跌得比上一次更清醒，你在那个坑里待的时间比上一次更短，你爬出来的方式比上一次更轻盈。这就是进步的样子，只是它看起来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如果你想在日常生活里开始做这个工作，我有几个观察想跟你分享，它们不是方法，更像是一些可以让你站上去的踏脚石。第一个踏脚石，每天给自己10分钟的安静，不是冥想，不是什么特定的技术，就是安静，关掉所有的声音，让自己坐住。那10分钟，你的心可能会很乱，可能会想很多事，没关系，那些乱本来就在那里，只是你平常没有空间去看见它，就让它乱，你只是坐在那个乱的旁边看住它。这个动作慢慢的会让你认识你自己。第二个踏脚石，在发生了情绪反应之后写下来，不是为了分析，不是为了找出谁的错，就是把那个情境、那个感觉、那个念头写下来。文字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它让你从情绪里出来一点，让你从第一人称的我正在淹没，转移到第三人称的我在观察这个淹没的过程。这一点点的距离，就是心念工作的空间。第三个踏脚石，找出你的触发词。每一个人都有几个特定的语言或情境，一旦出现，就会自动启动你的旧习气。可能是别人说你不行，可能是感觉到被忽视，可能是感觉到被人占便宜，可能是被要求放弃自己的计划。找出那几个对你特别有力量的情境，记录下来，那是你业力最活跃的地方，也是你转念工作最需要用力的地方。第四个踏脚石，练习说我注意到我，而不是我。比如不是说我很愤怒，而是说我注意到我里面有一个愤怒的念头。不是说我就是这样的人，而是说我注意到我在这种情况下会这样做。这个语法上的小改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在你和那个念头之间插入了一个观察者，那个观察者就是你的本来面目。那个我注意到的你，它比那个愤怒的你，比那个习气推动的你更深、更稳、更自由。不要误解转念。我要在这里说一个很重要的警示，转念这个词在现在的心灵成长圈里被用得非常泛滥，有时候它被误解成一种让人假装快乐的工具。有人说，你只要转念，把负面想成正面，你就会快乐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误解，强迫自己把伤说成礼物，把背叛说成成长，把不公平说成机遇，这不是转念，这是压抑的另一种形式，只是穿了一件心灵成长的外衣。你把伤强行包装成礼物，那个伤还是在的，它只是多了一层你告诉自己的叙事，你在上面又盖了一层东西，但它原来的样子没有被看见。真正的转念是在你完整的承认了那个痛、那个委屈、那个愤怒、那个失望之后，当你真的跟那个情绪待在一起，不逃跑也不放大之后，自然而然的视角开始移动。它不是你强迫发生的，它是你停止强迫之后发生的。
就好像你的手紧紧地握住一块石头，握了很多年，你的手很紧，很痛，你想放下它，你用另一只手去扳那只握住的手，你越扳它握得越紧。转念不是扳那只手，转念是让你的整个身体放松，是让你先感觉到那个痛的握，然后跟那个握在一起一会儿，然后在某一个你说不清楚的时刻，那个手慢慢的自己开了，那个开才是真正的转念。业力中的爱，一个母亲的故事。有一个场景，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或者在自己的家人身上见过。一个母亲把她的一生都给了她的孩子，她牺牲了她的事业，她牺牲了她的婚姻，她牺牲了她的梦想，她告诉自己，只要孩子好，我什么都不在乎。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家庭，开始有了自己的生活，开始不能像小时候那样每天陪住他，于是那个母亲开始痛苦。她说孩子不孝顺，她说她付出了这么多，孩子却不回报。她用沉默，用眼泪，用生病传递着一个讯息，你让我受伤了。这个场景是一个业力的缩影，那个母亲的爱是真实的，那个牺牲是真实的，那个痛苦也是真实的。但那个爱的背后有一个他从来没有去看过的东西，他用孩子来填补了他自己的空洞。他当年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梦想，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感，那些被放弃的东西没有消失，它们变成了一种隐形的债，等待被还。那个债的名字叫做你必须让我觉得值得。这个你必须让我觉得值得的业，不是恶意的，完全不是。那个母亲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孩子，但业力不需要恶意才能运作，它只是精确地说你种了什么因就收什么果。当一个人用放弃自我来换取孩子的快乐，他在心灵仓库里种下的是我不重要，我只有牺牲才有价值。这颗种子的果实就是他的孩子在稍微离开他的视野时，他感受到的那种撕裂的恐惧，但他把那个恐惧解读成孩子不孝，而不是我需要找回我自己。这个故事，我说他不是要评判那个母亲，而是因为这个模式在我们这个社会非常普遍。很多人可能是那个孩子，也可能是那个母亲，也可能两个角色都同时在扮演。命运的解药在这个故事里，不是孩子更加孝顺，也不是母亲停止爱孩子。命运的解药是那个母亲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在孩子之外，我是谁？我有什么让我自己感到活住的东西？那些被我放弃的梦，他们现在在哪里？当他开始问这个问题，并且开始为自己的答案负责，那个把孩子绑住的那根隐形的绳会慢慢松开，孩子会感到呼吸顺了，反而更愿意亲近他，而他自己会慢慢找回一个他失去了很多年的东西。他自己命运最深的底是什么？我们说了很多因果、业力、习气、心念、转念、觉醒。现在我想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命运的底是什么？如果你把所有那些层层叠叠的业力拨开，把所有那些习气拨开，把所有那些被伤过的地方拨开，最后你会看见什么？我想说那个底是空的，不是空洞的空，是心经里说的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空不是虚无，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说那些你以为构成了你的命运的所有固定结构，它们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实在，它们比你想象的更加流动，更加可塑，更加充满可能性。你以为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以为你的命就是这样，你以为那些伤是你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这些以为都是色，都是形象，都是你在那个空上面叠加的东西，但空是在那些形象的下面一直都在的。空不是绝望，空是自由的来源。正是因为那个底是空的，所以你的命运没有一个固定的剧本。正是因为那个底是空的，所以心念可以改变缘，缘可以影响果，果可以成为新的因的一部分，然后整个系统就一直在流动，一直在创造。在佛法里有一个词叫做缘起性空，万物皆因缘起而生，没有任何一个存在是孤立的、固定的、不可改变的。你的命运也是缘起的，你今天选择的每一个心念都是它的缘之一。
最后一个故事，那个坐在桥上的老僧。我想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旅程。传说在唐朝有一位行脚僧在各地修行，已经走了很多年，他学问很深，辩才很强，但他感觉有一个地方始终没有通透，就像一块石头卡在胸口，他说不清楚那是什么，但他就是知道那个地方没有开。他走了无数的路，见了无数的禅师，但那块石头还在。有一天他走到一座桥上，桥很古老，桥下有河，河水清澈，河里有石头，有鱼，有光影在水面跳动。桥的另一头坐住一个老僧，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看着远山。那个行脚僧停下来问老僧，大师，我修行多年，有一个地方始终没有开，我问了很多禅师，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答案，我很累了，请问我该怎么办？老僧看了他一眼说，你走了多少路？行脚僧说，走了20年。老僧说，你去过多少地方？行脚僧说，去过了很多很多地方。老僧说，你问过多少人？行脚僧说，问过很多很多人。老僧沉默了一下说，那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行脚僧怔了。老僧说，你说有一个地方没有开，那个地方在哪里？行脚僧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老僧说，那个地方在你的胸口，不在我这里，不在任何一个禅师那里，不在任何一个你走过的地方。你走了20年，你问了20年，你有没有停下来让那个地方说话？行脚僧沉默了很久。老僧继续说，你说你想知道答案，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一直在问问题的你才是那块石头？行脚僧听完呆在那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笑了，不是苦笑，不是无奈的笑，是那种什么都清楚了之后才有的轻到不像话的笑。老僧说，你笑什么？行脚僧说，我走了20年，今天才知道，我一直带着答案在走，只是一直在找一个人帮我确认。老僧说，现在确认了吗？行脚僧说，确认了。然后他起身继续走了。但这一次他走路的样子和之前不一样了，没有人说得清楚哪里不一样，只是他好像轻了很多。升华与反思，我想让你停在这个故事里一下，就停在这里1分钟，想一想，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一个你带住走了很久的东西，一个你认为改变不了的性格，一个你一直说是命的事，一个你以为是宿命的伤，一个你已经接受了就是这样的结论。你带着他走了多少年了？你有没有停下来真的跟他坐在一起，让他说话，问他，你在我这里是要告诉我什么？我今天说了很多，但所有的话都指向同一件事，命运的那一部分的因，你也许真的改不了，你没办法让你的童年重来，没办法让那个伤你的人没有伤过你，没办法让已经失去的回来，这是真的，我没有要骗你。但命运的另一部分，你此刻的心念，这个是你的，不是你意志力强了就是你的，不是你够努力了就是你的，而是当你停下来，让你的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当你带住温柔和好奇去看那个让你痛的地方，那个时刻，你就是心念的主人，哪怕只是1秒钟，那1秒钟是种在你意识仓库里的一颗种子，然后是下一个1秒钟，然后是再下一个，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惊天动地，没有一个早晨你醒来突然一切都不同了，只是有一天你回头看，你发现那个曾经让你以为是命的东西，它的力量小了很多，不是因为它变了，而是因为你种的新种子已经足够多了，那个土地已经是你的了。改变不了的是因，能改变的是心念，而心念就是你此刻的选择，就是你此刻在听这些话的时候，你的心在做什么。我曾经遇过一个人，他已经70多岁了，头发全白了，走路需要拄住一根细长的手杖。我问他，您这一生有没有什么后悔的事？他想了很久说，有很多。我说，那您怎么看这些后悔？他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后悔是用来种下一颗种子的，不是用来烧掉自己的。我沉默了一下说，您是怎么学会这件事的？他笑了，说是后悔教我的。那个笑我这辈子大概忘不了，不是那种什么都想通了所以没有伤口的笑，而是那种伤口都在，但伤口里开出花了的笑。
那个笑就是我说了这么多想让你看见的那个东西的模样。它不是没有痛过，它是因为痛过，然后选择了一次又一次的把注意力放回心念上，所以才有的。我希望你也能有那个笑，不是今天，也不需要明天，但总有一天，而那个总有一天，从此刻这个心念开始。如果你看到这里，我想谢谢你给了自己这段时间，在这个什么都要快，什么都要有用，什么都要能马上看到效果的世界里，你愿意坐下来陪住这些缓慢的话走这么久，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心念的选择了。你不需要把今天说的所有事情都记住，你不需要立刻开始改变，你不需要做任何事，你只需要在某一个接下来的时刻，当那个让你以为是命的感觉又来了，你只需要停1秒钟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我现在的心念在说什么？就是那一秒，那一秒就够了。改变不了的是因，能改变的是心念。这不是一句安慰的话，这是宇宙最底层的真实，而你就在那个真实里面。